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故事学中文播客，我是中文老师若涵。今天身边依旧是我们的中国文化迷明辉。最近明辉在学中文时遇到了一个大困惑，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有繁体字和简体字？明辉，先跟大家说说你的疑问吧。大家好，我最近真的特别困惑。比如我学爱字时，若涵老师先教我简体的爱，下面是有，但后来我在香港的电影里看到爱，下面是心，我以为是写错了，结果老师说这是繁体字。还有书，简体是书，繁体是书，笔画差好多。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两种写法，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呀？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，很多外国朋友学中文都会有同样的困惑。明辉，你先猜猜，你觉得哪种字体出现得更早？我猜是繁体字吧，因为繁体的笔画更多，看起来更复杂，可能更古老。太对了，繁体字其实是传统汉字，它的历史特别悠久，最早能追溯到汉朝的隶书，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楷书演变，到唐宋时期基本定型。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爱、书、国，都是几千年来慢慢传承下来的。在1949年之前，全中国包括大陆、台湾、香港都用繁体字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后来会出现简体字吗？是不是因为繁体字太难写了？我写书字时总把上面的玉写错，笔画太多了。没错，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让更多人识字，当时很多老百姓没读过书，也为了提高书写效率，国家开始推行简体字改革。1956年，大陆正式发布汉字简化方案，把很多笔画多的繁体字简化成笔画少的简体字。比如爱字，把中间的心去掉，变成爱，笔画从13画减少到10画。书字去掉下面的约，变成书，笔画从10画减少到4画，是不是简单多了？真的简单太多了。不过我还有个疑问，简体字是随便简化的吗？比如国变成国，里面为什么是玉不是别的？这个问题特别好，简体字不是随便简化的，很多简化都有依据。比如国字，繁体是为，里面加或，简体变成为，里面加玉。一是因为玉比或笔画少，二是因为玉在中国文化里代表珍贵、美好，寓意国家像宝玉一样珍贵。还有辰字，繁体是辰，简体是小加土，因为辰就是小土粒，特别形象。这种简化既减少了笔画，又保留了汉字的意思，很有智慧。原来如此，那现在繁体字和简体字分别在哪些地方用呢？我知道香港用繁体字，大陆用简体字，还有其他地方吗？对，现在的使用场景分得很清楚，大陆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主要用简体字，台湾、香港、澳门还有海外一些华人社区主要用繁体字。不过现在很多地方也会互通，比如大陆的书店里也能买到繁体字的古籍，台湾的网站上也会有简体字的内容，方便不同地区的人阅读。那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呢？我觉得简体字好写好认，适合初学者，但有时候会觉得繁体字更好看，比如书法作品里好像都是用繁体字。你总结的特别准确，咱们先说说简体字的优点。第一是易写易认，笔画少，初学者学起来快。比如学字，简体是8画，繁体是16画，明显简体更容易记。第二是提高效率，不管是手写还是打字，简体字都更快，适合日常使用。第三是利于扫盲，当年推行简体字后，大陆的识字率提高了很多，
帮助很多人学会了读书写字。那简体字的缺点呢？我有时候会觉得，有些简体字简化后看不出原来的意思了。比如几变成几，我一开始不知道几原来有几个几乎的意思。对，这是简体字的一个小缺点。部分字简化后，字形与字义的联系变弱了。比如几字，繁体里有腰，表示小，能看出几有细小、不确定的意思。简化成几后，就看不出这种联系了。还有发字，繁体里有弓，表示射箭，能看出发有发射、出发的意思。简化成发后，这种联系也变弱了。那繁体字的优点应该就是保留了汉字的原始意思和美感吧？我看书法作品里，繁体字的结构更复杂，看起来更有气势。没错，繁体字的优点很明显。第一是保留文化内涵，很多繁体字的字形能反映出古人的造字思路，比如孝字，繁体是孝，上面是老，下面是子，意思是子女照顾老人，特别形象，能让人一眼看出孝的含义。第二是书法美感强，繁体字的笔画多，结构更复杂，写出来的书法作品更有层次感和艺术感，所以很多书法家都喜欢用繁体字创作。第三是阅读古籍方便，很多古代的书籍文献都是用繁体字写的，认识繁体字就能直接阅读这些古籍，不用依赖翻译。那繁体字的缺点就是难写难认吧？我之前学龙字，繁体是16画，写了10遍才记住，而且很容易写错笔画。对，繁体字的缺点主要是笔画多，学习成本高。第一是难写，很多字笔画超过15画，比如鸾24画，龟16画，手写起来很麻烦。第二是难认，初学者容易把相似的繁体字搞混，如简体的3个变字比较好识别，繁体的几个变字长得都很像，差别很小，很容易认错。第三是效率低，不管是手写还是打字，都比简体字慢，不适合日常快速使用。现在我终于搞懂了，其实没有谁好谁坏，只是适用的场景不一样。初学者学简体字方便日常使用，如果想深入了解中国文化，比如读古籍、学书法，就需要认识繁体字。太对了，繁体字和简体字都是汉字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们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传承，只是为了适应不同的需求而存在。作为学中文的外国人，不用纠结必须学哪一种，可以先学简体字，满足日常交流。如果感兴趣，再慢慢了解繁体字，这样既能学好中文，又能深入感受汉字的魅力。没错，我现在学中文，先把简体字学好，以后想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这些古籍，再学繁体字。谢谢若涵老师，今天终于把这个困惑解开了。不用客气，学习中文的过程中，遇到困惑很正常，慢慢探索，就能感受到汉字的智慧和魅力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明辉的分享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